你看，我们把它画好以后哈，就把有些地方擦一下。哪些地方要擦一下呢？我们一个是竖的这个边缘，这里在点的时候，当时还说了，点之笔点，它不可能，它是3支点之笔的，它不可能正好给你点的你想要的效果，是吧？哎，有些地方它比较平，有些地方不是太协调，我们可以通过小笔。人需要整形，树呢也需要整形，所以把这个形把它整一下。你看啊，我现在这里没有这个，我只需要通过把它形状把它整下来以后，再把它的层次啊。是吧？它这里一重一重的感觉，你看，这就出来了，是吧？这就出来了。把这里画好以后，这里有4棵树，但每一棵树的形状都不一样，啊，这也是我一直给大家说的哈。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哈，我看到经常有学员在画的时候就画4个圆圈，1个圈、2个圈、3个圈，一层一层的上去。这个效果就不是太舒服了哈。你看，我刚刚说了，这个树很胖，是吧？这个树呢，它就相对而言啊，你看它就高，但是它瘦，它没这么宽，啊，这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树总的来说，你看它是往这边，那我们这个树呢，就不要也往这边，啊，要怎么样呢？稍微给它立起来一点。这些树枝啊，你看到后面这些树枝，都是非常的什么飘渺啊，它说它像树枝，它又像它是树枝；说它像点，很虚。你看这么画了以后，它就跟树啊完全衔接到一起去了。把它画了以后，哎，像你看这个树，它跟这个30的衔接是吧？如果不管它，就觉得有点什么呀，有点太生硬，怎么办呢？我只需要稍微点点抬，是吧？稍微点点抬，这个抬点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哈，不是说是你乱点的哈，它有疏有密，有大有小啊，有大有小，这是一个。第二个啊，在别的地方也是点点抬，就这个路上点点抬。哎，大家看，我们现在整个这一块，这个感觉基本上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后面再画一些比较小一点的，点一些比较小的，跟后面这个，跟后面这里后面还有一块30，跟它衔接的一些是这个树。
你看这个就直接点到这个上面啊，直接点到上面，然后再逐步过渡它。你看这个直接过渡它，过渡它那个好了以后，我们这里呢就可以稍微画这么一块，这个再画一块石头。这个画的时候注意不要跟它两个再接上去了，这是另外一块石头，是吧？这是另外一块石头。我们这里我看这个用小笔画，用小笔画了吧。好，比方说我们再调点颜色，这个时候下面还是稍微深点哈。我们这个时候你看，这是我再加这个珠标的话，就要有一点珠标的红色的调子在里面了。我准备把这个30画出来以后哈，不让它画到顶。你看我们现在下面这个地方啊，你可以让它深一点。其实它这里深，画的再深都是虚的，因为它没有形状。哎，但是它为什么要画这么深，要画这么实在呢？因为它是要把这后面的这些树啊，把它衬出来。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哈，我们画画，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你看现在。现在就是在处理什么？在处理这个树与石头的关系，当然还在处理前面的树和后面的树的关系。好，画了以后抻拆，这个也是。哎，大家看，这个雾气或者云就从这里飘进来了，也就说是我们这个山啊，到底有多高不知道啊，因为什么样呢？我只画到这里就被云挡住了。是吧？到底有多高的话，被云挡住了啊，这样子就不要把话说的太哇塞！你看我这里还有云，我这里还有山很清晰的露出来。
的亮点啊，这些可以就把它压下去。好，大家看啊，这个地方画完以后，这里就有一丛这些很小的树。这就有一丛很小的树，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树呢，也是适当的稍微加一点点。也稍微加一点点这个树的形状，在加的过程中，你可以自己去去感受一下，哎，它哪个地方需要是前面的，哪里需要是后面的。你看，我给你稍微加一下，它就变成3棵树了。后面其实到时候画完以后，你看不太清楚的，不一定画的太这个到位哈，稍微有几笔就够了。你们画了以后，稍微撑一下，把一棵一棵的树的感觉。后面的就不管它了，后面就让它虚，擦一下啊，后面让它虚过去。哎，你看我们这里，稍微的画了，你给个大一点的镜头啊，稍微的画了一点哈，就是这里啊，就感觉到哇，一大片树是吧？一大片树，但现在呢，这个树的感觉，哎，还有点这样子斜下来是吧？还有点斜下来，所以说呢，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后面的石头画了以后，然后这里再画一丛树的话，它基本上它就可以这么延伸过去。我们现在把这里画了以后，可以干什么呢？可以把前面这个再画一点，或者将就这个墨色把这个石头画一下。画多少？我们这里画，首先要调的颜色，这个比刚刚那个第一层的颜色呢，它就明显它不是最近的，所以它要远一点。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调一点这个，适当加一点黄。首先朱标、藤黄。哎，这个就明显色墨的就比较多了，是吧？调好以后，大家看我在画这个的时候啊，其实我就只需要画了这么外面的一个轮廓，这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啊，任何东西都没有，是吧？我们会根据这个，当然这个呢，也就是可以说是熟能生巧哈。作为你们在临摹的时候，我一直给大家说，哎，要学会悟，悟很重要，就是说。你首先要悟透这里面的石头哪些是第一笔，哪些是第二笔，哪些在画的时候，我们起笔啊这些，你看画了以后，这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技法，是吧？啊，这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技法。把这些画好以后。
在画的时候要注意哈，这个就跟我们画浪一样的哈。你比如说我画了第一浪，画第二浪，这个相当于我画了第一浪。那怎么样想办法去把它和后面的石头、后面的山石衔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斜下来，那我这根线条我就不要也斜下来跟它平行，是吧？它这里斜，我这里竖一点，你看基本上是90度啊，垂直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角度差不多是80度、70多度、80度，它们两个只要角度不一样，就会有重叠，是吧？就会有重叠。所以说要学会这个线条的角度，调整线条的角度，调整好了以后，那你就避免了什么？就避免了我们画的时候，这个线条啊，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比方说平行，是吧？线条一平行的话，那画面上马上就不舒服。比方说我们现在都是在找它中间的一些关系。边画边分析，哪里该这个线条该密，哪里线条该粗，哪里该细，哪里该虚，这个就是需要通过你们，当然可以通过跟我学习，是吧？跟我学习以后，然后再分析。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课程都可以回看，再通过回看，分析一下它线条，你看我是怎么处理这些线条的。怎么样利用局部的笔毫来画出这些山石的这些变化哈，山石的变化。好，我们现在这里该怎么处理？比方说，这边正好是这么高，这边是这么高，那我们下面这里呢，就要想办法把它稍微过渡一下，好吧？好，下面画到这里哈，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也考虑一下下面怎么画我们休息10分钟，现在正好3点钟哈，休息10分钟，然后10分钟以后我们再接着来完成它。现在的话是我们3点钟，我们休息10分钟，3点10分准时上课。
衔接的地方，那太多了。要我们注意的这些非常多，但是呢，这些都没关系，只要你把一个一个的这个认真的去学习。因为我们直播班有个最好的就是什么样的，就可以反复的回看，是吧？这个你可以通过这个，你一次没看懂，我二次没看懂，3次，直到你看懂了，你下笔再动这些就好办。好，我们现在，这里还是刚刚调的这个颜色注意这些线条之间的一些虚实关系变化，不是说是就这几根线条在这里面。你看我们有时候这线条，这个时候我的线条跟这个纸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它这样子画出来以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层次非常丰富，而且感觉到后面的这些是这个变化是很多的，也很厚重。你看，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刚刚也说了，这一块跟这一块，你看这两个现在差不多，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肯定马上就要想办法把它稍微变换一下，考虑一下。这块30在这个画面上也是很重要。你看我在画的过程中，我把它画的还是比较细致，是吧？在画的时候特别要小心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把这个画好以后，好，注意一下它这个再延伸下来，每一笔我都在分析。看，现在笔上的水分这个比较少了，因为再画下面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下面又是石头跟水的衔接，是吧？在画下面的时候呢，就要逐步的，一个是把它画的虚一点，第二个呢稍微深一点我们可以将就这个笔，还是将就这个颜色，把下面的这些。刚刚我有意识的把这个，你看往这里面收了一下，并没有怎么样，没有让它自动延伸下来，这是为后面这里做文章。你看，为后面做文章，这后面这里就要让它怎么样呢？深一点了，后面稍微深一点，它才能够更好的把这前面这些衬出来。这一块，它跟上面比起来的话，那它肯定是不可能有这么清晰。你看我们在里面在画的时候，第一
线条这些就不清晰，但是呢，不要把它画成一块死墨，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线条，是吧？通过它这一块块面比较大，我们把很好的通过抻插，你看，很好的把这前面这一块就把它衬出来了，是吧？把它衬出来。在画的时候，在画下面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跟水衔接。跟水衔接的话，哎，你看我这个笔侧锋行笔，一笔捞上去，这都是侧锋行笔，可以去根据它这个。大家看，下面是水了，是吧？哎，可以根据需要，把有些地方提前布局。提前怎么布局呢？你看我这里就感觉到，哎，它这里有个落差，是吧？这个落差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一会儿我们画石头用的。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干什么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山石后面山石的一些这个也是靠近水的地方，大家看，这一笔是非常粗，一笔下去，你们看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是吧？这一笔画完以后，你看我这个笔是不是有些散得很开，哎，有些还收得很拢，我就用局部的笔好。这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线条，哎，但是怎么样用虚的地方和实的地方，它中间的衔接，这是很多学员做不好的。做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里一块死墨，这里是线条。哎，你看我这里中间又有线条，又有虚的地方，大家看我是怎么画的就是通过这个抻插。下面是跟水的衔接，这个时候笔已经散得很开，你看再往后面走的时候，我就已经就开始虚了。边画边调整，看它这些虽然我还没开始画水但是你已经感觉到水在这里流动的感觉，你已经感觉到了。为什么呢？我没有把它画死，我都是有虚的地方而且有些地方还可以画一些撑一些浪这些出来。那有些地方撑点浪，撑点这些小的地方出来，这样子就有变化了。把这里画好以后，哎，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往后面走的话，就要去考虑。你看，这开始我调了很多的墨因为用这个基本上也就用光了，也就用光。这里加点这个山绿。朱标，
现在这一些都是非常实的，是吧？都是非常实的。那我们下面这里再画就要画的虚一点了，就不要一直这里很实，这里又很实，再往后面还实，那就一排过去，那就不行了哈。我们可以现在大家肯定看，哎，这个好像这个石头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这里只需要加一笔。你就感觉哎，这个石头原来本来是这个线条的，现在又变成这边这一块石头的它的线条了。所以我们哎，这个都是很神奇的哈，它这个在画的过程中，通过块面的变化的组合，哎，它会让我们形成一些非常神奇的变化啊。而且在画的过程中，你没有看到我动几笔，哎，马上你会感觉到它跟后面就衔接好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你看这个笔锋散开以后，好多学员就说了，哎呀，郑老师啊，你看你这个十环笔，我买了以后就收不拢。其实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就从来不要它收拢，收拢了它就不是十环笔了，它就是羊毫了啊，是吧？就是这个狼毫这些了。我们十环笔就是不要它收拢，才能画出这些带金石味的线条。再往后面走，就一插，这些都不要它太清晰。你看我们这么插了以后，你会感觉到逐步的这个过渡啊，它是由虚的到稍微实一点，到最后最实，是吧？它有个过渡啊。当然我还没点点子了，这还只是就说是用的是前面2个步骤，但是还有通过点点。好，我们这里弄好以后调点颜色。你看我们也是擦得很干了以后，是吧？你看擦得很干，我们笔上啊这个都基本上它没有水分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笔尖沾点水，加山绿、藤黄、适当加点朱标。笔根还是有很多的颜色啊，墨色。现在笔尖大家一看，哎，都是色墨，是吧？好，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顶上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变化它是这样子的。是吧？这一笔这么画下来以后，肯定好多学员就说了，哎，这画下来他就不管了，那大家觉得舒不舒服呀？它这个块面或这下面这些就完全脱节了，肯定不好看。所以我们要把它，你看通过这个笔根，它还有墨色，把它怎么办呢？把它延伸下来。延下来多余的亮点可以压，但是有些该让它留白的让它留白，这样子你会感觉到，哎，这些山石逐步到这里面去了。把笔根的墨色压一下，让它跟这个山石融洽。哎，你看现在你再看这里面，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融洽？是吧？非常的融洽。等它也是稍微干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点痣啊。通过点痣点这上面，让它感觉到上面有很多植被；点中间的话，就是块面和线条的衔接，
用点子去衔接，他们就很清楚了。你看我们这一块30一画，这个30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给个整体哈，给个是不是感觉是不是非常的这个有变化啊？是不是非常有变化？花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扇风用笔，能够画出很多这个变幻多端的一些线条啊。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刚刚呢也是为了先把这边的墨开始调了很多的墨，先把墨用光。好，然后再画这边相对而言呢，这边呢叫亮一点叫亮一点。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这边可以适当加一点胭脂。本来说今天用不了多少颜色，现在看起来还是要用点颜色。好，我们这里拿中式花，你看我这里就没有多少的墨色了这个颜色就本身就是开始画这个30的颜色，如果我这里稍微再加一点，它就可以用了。当然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多了，那很简单，你可以在这里朱标、藤黄、胭脂、山绿。我们现在把这个弄好以后好，这个时候这里还有一块30，刚刚没有先画它，是因为怎么样呢？这块30它要稍微浅一点它要稍微浅一点，所以说我就先把旁边一块30先画了画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怎么处理。有位老师说卡住了，可能是您自己家中的网络问题因为所有的课程为了让大家看清老师的用笔调色，给大家用的是最高清的，所以对直播的时候，对于网速以及您的手机内存或者电脑的配置有比较高的要求。当然，在回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它卡住也是一会儿的事情，有时候就那一会儿，你们家里说不定正好那个地方的网络有点受影响，过一会儿自动就好了。大家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利用这个石头的深度，一会儿我越往后面下面走的话，它越深利用石头的深度去把怎么样呢？去把这些树把它衬出来。你们怎么衬？其实很简单。我们拿个尺，它如果是因为刚刚画了以后，这个地方是打湿的状况，一干了以后，它就会拉扯这个宣纸，因为它这个一旦有水，它就会让整个纸不平。为什么不平呢？就是因为纸打湿了以后会收缩，一收缩它会让这个纸不平。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在画的时候，你看我每次在画这些我是非常小心，有些学员在画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圈就搞定了，一个圈就搞定。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是让这个感觉到是
非常自然协调的。边画边处理。好，再往下面走的话，这个就深一点，是吧？但是我现在为什么还不深呢？因为我现在要将就这个颜色，去把前面这些30啊，前面这30把它画一下。画前面的30，在画的时候大家看，我现在开始是横着，像折带撑一样的，先来了这么一条，把这里画得很深。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上去以后，被这个树挡住了，被这个树挡住了。好，然后跟着再转弯上去，啊，再转弯上去，转弯上去的时候哈，那个，所以说我会把这些地方啊稍微画的深一点，哎，稍微画深一点，把路衬出来，啊，把路衬出来。至于这下面这些，你看我们在这个在画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就是这个小中石化的话哈，它可以画出比较精细的一些线条。哎，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衔接。我刚刚画的这一笔，这一笔画这一笔，起笔一收下来。好多学员看我画30的时候，哎呀，觉得其实30还是好画呀，30好像没什么难度嘛。但是真的让他们自己画的时候才知道，30在我们这里面哈，它比云难画多了，是最难画的，因为笔的变化太多啊，笔的变化太多了。那我们在画的时候，不断的去在调整它，啊，调整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30的前后层次、上下关系处理的更自然。再往后面走的话，你看我这里就开始虚了，逐步开始虚的话，这里有很多线条，啊，这里有很多点子，加上线条，那我这个地方呢就要干什么呢？就是点线面的组合。来，我们这里调个颜色。我们刚刚画的是这个颜色，是不是？然后加点墨，这个墨来说是墨呢，也是因为刚刚画30的颜色，它相对而言比较深一点，再加点山绿、藤黄。哎，偏绿一点点，它这个相当于啊，前面的30偏红一点，这个30呢偏绿一点，但是也是赭石的范围之内哈，它这个虽然偏绿一点，但还是赭石色，也就还是红的这个范围之内。你不要突然像我刚刚说偏绿一点点，那是一点点哈啊。不要突然的变成绿色。
色的话，那这个就不行了哈。这边是绿色的话，那这是绿色，前面是红色，它们两种颜色的反差会非常大的话，那就不好看了。你看，我们给大家说了，我的画面特别讲究的就是什么？点线面的组合。通过这个块面，要让它很自然的衔接，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下面也是让它要衔接好。哎，这下面基本上我就把它衔接的虚一点，衔接的虚一点，你会感觉到下面这里是有透气的地方，是吧？但是呢，它又没有影响本身这两个数它的这个变化，是吧？这就是我们掌握这个度啊，要掌握的要特别小心哈。好，你看我们现在这里一画，是不是它非常这个就把它们的前后层次把它衬托的非常的自然了，是吧？非常的自然。现在还没有去烘染颜色哈，但是烘染颜色的时候，把这棵树啊，把它衬得亮一点，把它画的亮一点，一下子你就会感觉到，哎，它的一个这个前后层次的关系，是吧？再往后面走，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好，再往后面走的话，这个下面一点就还是让它深一点了，将就这个颜色再调过来一点。你看，就还是让它深一点，因为我们下面需要。一般来说，你看后面的都会让它稍微深一点，是吧？这么一来，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浓度把前面这个呢衬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我是下面都将就这个深的颜色过渡它。
就是要通过这些，你看开始这里画的比较虚，以叉为主，哎，但是呢，靠近这个就是竖这里啊，还是要是比较完整的墨色，才能去更好的把这个树啊衬出来。这个时候大家再看这个树，是不是觉得这个树还是非常的突出？我们一直给大家说，我们画画其实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你把这些看似好像没有关系的东西，你比方说树跟30是吧？看似好像树是树，30是30，它们没有关系的这个，哎，再通过这个前后层次啊这些把它串联到一起去以后，我们的画它就看着就舒服了。把这个画好以后，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些元素哈，我们就可以通过刚才说了，通过我们这个点子。现在呢，这个点子呢，其实也就稍微很小了啊，基本上墨色还是这个墨色。水少了一点，那我们调点颜色吧，那就要重新调了，加了点水了。我本来想将就开始的那个颜色那一点点水分，但是水太少的话，点出来的点子会太虚，所以说我们马上加了一笔水，加了墨的话，那又得重新调了。基本上就是墨加3氯。由于我这个鼻头啊，它是非常大，所以这些细小的地方啊，我们在点的时候，就是说大家注意看，一定是要怎么样呢？注意，不要点着点着，就完全就点乱了啊！哎，这里面它也是有变化的。好，我们现在再看这一组画的话，开始是一条，是吧？再看这一组，它就有延伸了，它就延伸到这边来了。将就这个刚刚这个颜色，我们一般树叶是什么颜色，树枝就是什么颜色。好，将就这个颜色，我们比方说哈，现在大家看的我这个还有点乱，看的还有点乱，对吧？等我把这些一画，马上它就不会乱了。首先第一，我们你看先长了一些树叶，虽然我们在作为画画来说的话哈，它这个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一种画法，自然规律是先长树枝，再长树叶，是吧？你看我们现在是先树叶先画出来，然后再长树枝，这个没关系哈，只要你把它
处理的协调了啊，管它先长什么。这个我们最知名的一句话就是，不管是黑猫白猫，是吧？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你这个什么很贵的猫，你不逮老鼠啊，这个它就失去了我们这个猫的意义。好，你看我们现在稍微的由于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点字笔它是3支点字笔捆绑到一起的，它鼻散开以后，鼻头散开以后，鼻是非常的怎么样呢？鼻头非常的大。那我们在画的过程中，特别是越小的地方越不好处理，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什么？用这个小鼻。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把这棵树衬出来，但是由于我刚刚不敢点进去，怕点进去以后鼻头太大，一下点出来，我就留了一点空。留空的目的就是说，到时候用这个小鼻，它去把这个树的形状啊，你看用小鼻把这个树的形状把它衬出来，是吧？包括这里，你看它也是因为不敢点进去，这个地方很大，鼻我们这里墨色还比较多，可以先到这些地方来。好，把墨色用的差不多以后，稍微把这些树形状处理一下，马上你就会觉得，特别是到时候颜色一做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了。这边也是一样。我们画画的时候，你看我在处理这些的时候我在画30的时候是非常的粗犷，但是处理这些的时候呢，我又非常的细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胆下笔，细心收拾。你看我们现在把这里一处理以后，这一块它前后层次就出来了，就出来了。这个时候。
你看把这条路就衬出来了。其实衬出来以后也很简单，可以适当的加点珠标色。这里记住哈，你看我前面的路啊画的哇这么粗这么大，哎，为什么后面这条路就这么小了呢？如果这个时候你还画的跟前面的一样大的话哈，那你这张画就失败了，啊，你没有把这个场景推远。哎，我们再往后面走的话，粗犷一点，哎，这个地方擦一下。擦的目的也是为了把这个树啊很好的，你看这个树形线就很好的就衬出来了，是吧？这条路啊也出来了。记住哈，我们不管这个画怎么去倒，怎么去斜呀、怎么去歪，啊，这条路基本上要是平行的，你看基本上是平行的，有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角度嘛，有一点点斜，是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平行或斜或这个范围之内哈。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可以在前面，你看，在这个石头上啊，因为如果我这里要修房子的话，那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造房子，那特别要小心。什么小心呢？就小心的小孩子不要摔下去了，是吧？说不定这边就上去了，我只画到这里，也不要一直画到这边哈。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了万一，我们的孩子啊这些，哎，摔下去。好，把这里画了，我们这里调点颜色。呀，这个颜色我调的怎么样呢？就是说比较灰，就各种颜色都进去了，调的比较灰一点。故意把它调成这么灰的哈，我们干什么？我这里还有几间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老房子，我的画面上还是很少出现哈，也有哈。也有画高楼大厦的哈，但是很少出现。一般我的房子呢，都是画一些比较老一点的，像以前这种房子哈。比方说我们这里，就首先，把这个我们给大家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房子哈，画了很多，画房子呢，其实就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些变化，还有线条之间的一些这个。你看我们在画房子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去把这个房子呀，把它画得非常的，线条很直。我们造房子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想办法把这些线条啊都画的，对吧？但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啊，故意的把这房子画的歪歪曲曲的线条，哎，但是你说歪歪曲曲呢，我又看着又很舒服啊，看着又很舒服。你看，这就是一折、两折、三折，是吧？加上这一折的话，就四折。故意把它画的这个歪歪曲曲的，好，然后哎，这里有个小烟囱，说不定啊，一会儿还做点饭给大家吃啊。这来一个，哎，凡是今天听课的，我都做饭给大家吃。
吃饭了。大家可能听到老师这样的话，一想就是都听得到啊，但是又吃不到。我们这次面授班的时候就是这种状况嘛。一看现在快4点钟了，哇塞，还有1个小时就可以吃饭了哦，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是面授班是5点半下课，啊，要晚这个，我们是2点半才上课，啊，这个给大家充分的休息时间。网络班因为可以提前休息，所以说就没有在2点半上课。5点半一下课，就是我们100米冲刺吃饭的时间。所以下次以后有机会啊，大家只能是参加面授班了，然后再和老师啊一起吃饭。因为面授班的话，大家是一起画画，在同一个教室画画，在同一个餐厅吃饭啊，都是基本上的话就是采用的是自助餐啊，大家想吃什么菜就可以多吃。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瓦片因为房子画的并不大哈，也是因为你这种场景的话哈，你看路都很小了，就证明我们都隔得很远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把房子画得很大，那景就小了，所以说呢会把这个房子画得小一点。我们还有位老师说的，基础班都是1层房子，提高班都是2层房子。因为基础班啊，主要是从基础技法慢慢教。首先的话，大家要先把1层的房子画好，画好了，然后再画2层的啊，都是循序渐进的。包括我们基础班的话，就是以小幅的作品为主。我们提高班基本上的很多都是6尺的小6尺的这些尺寸是比较多的。你看这个学员肯定是2个班都报了。这次我们好多学员是2个班都报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师下半年的话是要写生出版新的画册，不开网络班，所以很多的话是基础班跟提高班同时报。上半年就学习基础班的内容，下半年再去回看课程，看提高班的内容。好，我们把这个瓦片画好以后，还不要马上画，因为刚刚画了以后，这个线条啊这些都还是湿的。如果你一去画这种比较深的哈，我这里面瓦是用淡墨画的哈，淡的色墨画的，里面就要用胶墨画啊，所以说呢，就怕什么样呢？怕这些没干的话沁进去，我们暂时不管它，我们可以拿点字笔，我们调点颜色。这个时候可以用点字笔蘸一点胶墨，你看直接蘸点这个胶墨，非常深，蘸了以后稍微揉一下，稍微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30点它一下。刚刚这个上面用的是色墨，比较淡，现在点上去，它都会非常清晰的在这里会出来。好，然后再让它跟这个树啊这些衔接一下。我刚刚说了，点上面它是代表植被，点下面的话，就是让这个点子怎么样用点子和线条，还有和块面，把它衔接的更好。你看这么一点，它基本上就衔接好了。
好以后，我们顶上这里也是稍微点一点。哎，你看这么一点，它基本上就这样子。好，然后把这边再点一下。哦，这下面还没点。这下面也是稍微点一下。上一课是2层的。对的，上一节课的话，基础班跟提高班的都是画的2层楼的房子啊。上一层基础班画的是2层吗？对，也是画的2层。哎呀，我们把这边点好以后，然后呢，然后点这边。我们向老师赶快去找上节课画的是几层？确定是2层。镜头也没跟上。你看这边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干了，这里是很浅的了，是吧？很浅的。好，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比较深的墨，把它这么一点，还没干完，你会感觉到这里面啊就毛茸茸的，是吧？这个植被的感觉啊是非常好，到时一做色的话，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好，然后这边上。你看我这么一点上去以后啊，它这个里面它就显得怎么样呢？就显得整个画面这里这个山石显得特别的厚重了。好，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就画什么呢？把这个今天我们争取争取能够把前面都画好，争取把这个水都画好。好，到时候下节课呢就画上面一些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你说它不复杂呢，还是比较复杂哈。这个到时候做色呀、干染都还是花很多时间的。所以网络班跟面授班是相辅相成的啊。网络班的话，可以就是说把基础技法多看，没看懂的把视频后退再重新看一下啊。但是面授班是没有的啊，没有回看，也没有什么我还可以把它让老师重新画一遍怎么的，是没有的啊。但是面授班能够现场感受这种学习氛围，老师的每一个用笔，然后纸张的一个干湿程度啊，大家都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可以课间休息还可以用手去摸一下，感受一下啊，这个是跟网络班有所区别的。所以说他们俩各有利弊嘛。对，但是要参加面授班之前，一定要通过网络班的学习，有一定的基础。有很多我们面授班一招生呢，很快就爆满了，很多就没有零基础的，一定要来参加什么的，我都是不允许的啊，因为你没有基础，您跟不上啊，您通过10天学习的话进步不大，是不是？然后你又把名额占到了，这样不是这样你自己没有得到提升，别人也没有机会再来参加面授班，是吧？所以我们要求大家都有基础。
你看我们现在在画的时候哈，就是通过防止它一些变化，线条与线条之间的变化还有它这个块面，它的一个前后层次的变化。基本班加提高班有优惠的。您是想问您参加了基础班，到时候想参加提高班是不是有优惠？到时候您联系我吧。到时候您确定要参加提高班的话，基础班的学员的话是可以有优惠的啊。我相信您应该有我的微信，如果没有微信的话，您记一下我的微信号18870379135，然后您确定到时候要参加提高班的话，你就跟我联系就可以了。你看屋檐下我都是先画一根线好，然后把它往下拖。在拖的过程中，不要去怕什么呢？怕把那个下面的这些物体你比如说窗子门这些挡住，因为拖的情况都非常的虚拖的都非常的虚，所以这些是挡不住的。能够在这里住的，那也是非常舒服的。好，你看像这些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基本上就让它很深了。这家人的位置最好，说他这里应该是在开店，我把这里给它做成敞篷的，因为好，你看我这一块我把它加得很深，目的是为了把这前面的房子衬出来，是吧？它这个就是点线面的组合你看我们现在跟着一画就把它画好了，画好以后马上把笔洗，这个在水中一洗，马上就把这个就变成什么淡墨了。这个时候笔上水分还比较干，把屋檐下这里稍微衬一下。稍微衬一下以后，你会觉得它的立体感更强。好，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这里画炊烟，是吧？这里到时候再加一些树这些。其实，但凡有这种其实画面都非常的复杂。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树先画好，它就要靠后面很小的一些树去把它衬出来。好，你看我们现在这里画一棵这个比较当然也是有比例的它跟前面的树比起来都小很多了，但是跟它这个比起来，这个树就还是很大的。因为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房子都只有这么小，所以说这个树我们这里之间还是浇墨还是非常深的浇墨。由于这个树很远了，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不要把这个树画得太大；第二，这里面呢，这线条这些不要画的。
谢谢大家夸奖啊，曾老师讲的太好了。因为曾老师的话是毫无保留的教学，对于每位大家，因为是花钱报名参加的，老师要对得起大家对彩墨山水画的喜欢，所以希望大家能通过，无论是网络班还好，面授班好，都能够画技大增，有很大的收获。为什么现在好多跟随老师网络班学习的学员进步那么大啊？这与老师毫无保留的授课以及大家勤奋的练习是分不开的。我们有很多老师说啊，自己学了好几年了，还不如老师这里上了10多节课，进步大。有时候确实有很多技法的话，自己去悟是很难的啊。老师清清楚楚的讲出来，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好，你看，把这几棵树把它画出来以后，然后因为我刚给大家说的，这个树呢并不是太大，所以这里面的树枝啊也就不是太粗。这个时候我就换支小笔来画这个树枝，画的时候相对而言，你看这就好控制，是吧？就好控制。我们只是把这个，在画的时候注意互相穿插。你看这么一画，是吧？这个树啊，它就用，这是鹿角撑。本来我开始这个树的高度是在这里，现在我把它降低了。大家看我画这个树枝的时候，觉得很简单嘛，几笔就画完了。其实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啊，每一笔都是在这个考虑，它怎么穿插，怎么弄。调整树枝就是调整树形啊。我开始觉得，这样不能让它们太圆，所以说我把这个调整远一点，把这个调整再出来一点。画完以后，将就这个墨色，我们点一下。怎么点呢？大家看哈，我们首先第一，把这个笔打扁了，因为这个树很小，你看就打扁了以后，稍微一排一排的点下去。什么叫一排一排的？你看就这样子，一排，只是在点的过程中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把它点得太平。每个树的树冠它是有变化的啊，它是有变化的。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们这个树啊，虽然这个点得很深，基本上树枝是什么墨色，树叶就是什么墨色。但是不管我怎么点，你们看，我每一点一棵树点下来啊，一丛树点下来，这里面都是有透气的。不要点着点着就把这个松树的气给点没了。你看这些都是透气的，是吧？这些都是透气的，而且留下来的透气的地方都是你认为
很漂亮的地方。树很小，所以我们点起来也很快，2下就点好了。再往后面走，这些该虚的就虚一点了，是吧？稍微虚一点都无所谓。虚好，画完以后，这个树呢，我们就可以拿一支尖一点的笔，干什么？在有些地方飘一点藤子下来。飘上1、2根，这个下来，这下来以后哈，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它这个有些地方可以稍微卷它一点，在藤子上点点点子。是吧？这个就是有疏密关系，还有一点微风吹过去的感觉。把这个画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现在可以拿这个小笔吧，因为这里草坪，先很大的感觉。大家看哈，我们现在用3支点字笔教大家怎么样画草皮，然后我们这里挑点墨吧。这个墨色基本上还是比较深的墨色。首先第一，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注意水分要合适，刚刚是水分少了一点。好。调好以后，把笔刮了以后，这个是不是去把笔这个揉散，稍微在扁的状况下稍微揉一下，好就可以了。注意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这个笔散开以后。由上往下打，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啊？它这个草坪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有些地方啊，你不要让它这么平的一下子过去了，你把有些地方突出一点点。你看这么一突出，你会感觉到哦。它这里是2个层面，是吧？把这个画好以后，好，我们现在另外一面，你看这边，把这边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这边要稍微宽一点点，从我这个构图上来说哈，稍微宽一点点，因为你肯定要注意，比方说这个，当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你不要两边都一样宽、一样长，是吧？这边这个短一点，但是它要显得厚一点，
你看明显它这个宽度是吧就有这么宽，开始的宽度只有一半这么宽啊，所以说它这个就有变化。差不多，不要太长了。是吧？把它画好以后，这个草坪就画好了。画好以后，我们调的颜色，用这个朱标加墨，好。你看这个从这里就看得出来，是吧？一个宽，一个扁，是吧？一个窄一点。好，这个长一点，这个短一点，它有变化。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我刚刚调了颜色以后哈，有意识的把这个鼻上的水分啊，把它吸得很干，刮得很干。这干什么呢？就是要画下面的这些东西。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一定要让它跟这个草皮啊要协调，就感觉到好像这个草皮从这个草皮下面长出来一样的。哦，不是，应该是草皮从这个石头上长出来一样的，不要让它们就感觉到好像各自为政。你看我这里画了以后，稍微把这个地方一收，是不是有感觉到？是吧？就感觉到它那个就出来了，层次感就出来了。当然，如果你觉得开始那个什么呢？点字笔点的边缘，因为它比较大嘛，笔头比较大，边缘不是太舒服的话，可以拿这个小笔，稍微的把它画的饱满一点，把它画的饱满一点，是吧？好，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画下面，画这边。在画这边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下面可以去这下面就把它虚下来，就不要这个地方还去画石头，一画反而也画不好。它正好这里虚，就把这块实的开始，到时候这个地方啊画点小树啊，画点这些，就可以了。我一直给大家强调，我们画画就是干什么呢？就是画各种关系，你把各种关系都处理好了，然后你再画的时候就很方便了。我把这一块故意把它加深，加深的目的，它这里就感觉到哦，它是后面的。老师在画草皮的时候再插播一条提醒啊，今天又有我们基础班又有几位老师，灯都是不上看不了，说是看不了，他是没有点击右下角的使用完整服务啊，
每次大家出现这个情况，仔细看一下页面最下面有提醒的，就说当前没有获取到您的信息，只能是浏览。那么也就是有这句话提醒，就是证明你还没有登录所以上面才会显示这个有价钱，需要您再购买。很多可能没听到我这个温馨提示的，认为就是说，哎，怎么交费啦，还要提示购买呀，要再付费呀？不是的您只要点击右下角的使用完整服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他会看一下这个页面提示是说没有获取自己的信息，所以只能浏览，他就知道点击使用完整服务登录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大家的话，我基本上就过个2-3节课会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怕大家产生这个误会，说交了钱怎么又进不了看不了心里很着急。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所以总是不断的提醒大家把这一点记清楚一下，包括以后课程结束之后也是一样的，因为平台它不会把您的用户名、微信一直保留着，你每次只要出现这个页面，点击使用完整服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好吧？好，我现在呢，这里面就开始这个布时了。大家看我这个布时我今天这里面任何东西都没有，都没画，铅笔印都没画。我就会根据我这里画完以后的这个效果你看我这里有这么一个落差，水的落差，这里有这么一个水的落差，那我就根据它们这两个落差。首先，我先画一块石头出来，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落差到这里，是吧？那我这里指到这里，就不要这个落差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把这个拉到这么长，或者拉得很短都不好，最好就跟它差不多协调的这样子出来，是吧？好，这个是一个，这里把它画了以后你看。我们都会把顶上画的比较实一点把下面画的虚一点，它才有往下落的感觉，这么一个大的先画好以后，我们把下面稍微处理一下。是吧？然后有大有小有更小，这个出来以后，这个也是让它有点变化，就不要都是往一个方向走，是吧？你看这里有个过来，这边有个过来，就要注意，这边宽，我这边就窄一点，不要画个像喇叭口一样的，两边都一样大小，这个不好看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块石头，是吧？这块有块石头，水冲到这个石头上，它形成的一个反流，是吧？然后这边。大家看是不是一下子这里就很有变化了，所以说这是我们画这个水非常关键的一个好多学员就是概念式的画法，它这个水流到这里它是往这边流的，那就1、2、3、4这一排肯定就不好看，是吧？这边有坡度，这边。画着以后呢，这个坡度就小了，经常也有这种情况，是吧？这边这个坡度很大，这个画着坡度就小了以后，那我们怎么办呢？很简单，
你看越画越小，是吧？它就过去了。好，然后我们再画下面。这要注意，我把这些地方画了以后，我就会分析什么呢？哦，这个水你看冲下来，冲到这里，冲到这里，下面倒是你可以以水为主，但是不要突然就以水为主了。干什么呢？我要安排这么一块石头，跟这边这个水啊再产生一点变化。那首先这虚下来，下面是水，就可以让它。为什么这里安排块石头呢？哦，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让它变化更多，因为这个水它是从这边的这个水冲过来的，这个水冲上这个石头上，它就会怎么样呢？啊，这个水它是有万物的，它的不争，它不去争什么，它到了这个地方，它发现有石头挡它的路，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石头冲走，是吧？你有挡路的路，对不对？在不违背我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以后哈，我可以让着你走。你看，绕着走是吧？不跟这些垃圾石头去斗。这边也是一样的。哎，它这里都是有水，它的变化。好，基本上大家看我这里一画，这就好几层了，是吧？这2层了。好，这边就是我们冲上去的一些浪花，就是你看这个冲向来比较急，哗流过来，有点浪花反过去啊，这些它就这样子哈。把这个画完以后，我们刚刚说了嘛，后面还有一些这个石头，后面还有一些石头，然后我们就可以这里可以加点颜色。后面的石头稍微淡一点，我们就可以加一点山绿、朱标、这藤黄啊，刚好今天差不多用完。一般画水的时候，水中的石头不要太这个，不要太多，就是笔中的水分啊不要太多。我们把这里画好，我在画的时候我就分析，哎，这个地方啊有一排水了，是吧？然后哎，说不定我这个地方。当然也是要注意问题哈，就是说，它这个石头啊，你就不要把这块石头正好放在这块石头顶上，也不要把这块石头正好放在这块石头顶上，它在它们的介于它们的之间，在它们的之间去。像这个地方它是有个落差，所以说我就把这里也画了几块石头，落完以后，哎，正好这里一块石头凸出来的，那怎么办呢？
正好我就可以画这么一块石头。现在你们看，基本上还看不出来什么。等我到时候把水一画呀，基本上这个水的转折，这里转折，这里转折，是吧？好几个转折，你就会发现，哎，这里非常的丰富。你看，这里又加了个层面。虽然这个水它是很平，它很平，哎，但是我在画的过程中有意识制造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它的一些就说是矛盾点也好，你看有高有低，有错落，是吧？是水的美德，水是真的水的美德，我是很喜欢。但是呢，水呢也是属于是那种，你不要把它惹急了。你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会儿，像这2天台风也来了，是吧？也不要遇到什么水，它到时候有海啸有洪水那个时候呢，它就有摧毁一切的能力。你坚如磐石的楼房，好像觉得哇，我这楼房在造的时候我是框架结构，我是怎么样，再大的水我也不怕，再大风也不怕。真正的水来了以后在很大的水面前，这些建筑也好，就是像豆腐块一样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暂时画到这里，水就暂时画到这里。今天因为也没有办法去把水画完，我们还是画一些别的地方画一些别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画的。我今天只要能够把这个水的石头布好，是吧？只要能够把水的石头布好那个就下周来就非常这个就好。今天我要先把这后面的树这些稍微加一点，至少炊烟要把它画出来，对吧？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好，我们将就这个颜色正好开始画水的颜色了，它比较淡，画水中石头的颜色比较淡，我们就可以将就这个颜色，把有些地方加一点点。老师刚刚还答应了大家请吃饭的这会儿的话防止炊烟都还没有冒烟，饭都还没开始做。马上就做饭，我做饭快得很，就跟我这个栽树也快嘛。你看今天我们一下午栽了这么多的树，是吧？你看我栽这几根这个树一会儿就栽好了大家放心今天有饭吃。画这个的时候，大家看就是你不要后面一排1、2、3、4排队走，那就麻烦了一定要有疏密关系，要有高低错落的关系。你看我每一笔每一个这个都是在考虑，它这个其实这个树，你看我画的是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几根树干把它画出来以后，然后把这个都是打扁的都是打扁的状态，这是左右错落，我们把这个画出来。当然一会儿再有点淡的这个把它一画，把下面这个阴影部分把它一收。画它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把这个树
为了把这些数称出来，是吧？当然在称的过程中，后面这些数，我们可以拿小笔，就拿小笔在后面。蛋炒饭太简单了哈，至少呢还是要吃点水泡饭嘛。我记得我们四川啊有一种，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这里有四川的学员就知道四川的泡豇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真的就是用那个什么，以前都是正子饭，用正子饭泡开水，然后自己泡豇豆，泡豇豆拿来炒一下，下饭的很。哎呀，豆汁儿捞饭，呵呵，我做饭，真还好吃嘞。我们有些学员还是吃过我做的饭。好，我开始做饭了。大家看哈，我们在做饭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边缘把它先称一下，因为如果你想画炊烟是白色的环保的话，那最好就是用这种形式画。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不要太环保的炊烟，我要让它我要冒黑烟，那很简单，拿着笔直直画一条线就可以了。但是最好就是画环保，画环保的烟呢，那我们在画的时候，那就确实是麻烦一些。你看，我们逐步的把这些房子都收起来，但是在画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我为了把这个房子衬出来，首先是画了这么一条线，是吧？好，画完这个线以后，你要想办法把它怎么样呢？你看，把它虚上去，是吧？把它虚上去。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笔上都没有多少水了，没多少水分了。好，这个时候就可以蘸一点点清水，就稍微蘸一点水。你看我们这个炊烟啊，现在是这个状态，是不是啊？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烟从这边弯过来，也可以从这边弯过去。我们平常都是从这边弯过去这么流的，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向。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方向，让它这个流一下。这个时候笔上的颜色还比较深了，怎么办呢？又加一点点水，也是直接将就这个笔，因为笔已经很干了嘛，加一点水，它马上就会淡一点。
把它画好以后，哎，周围这些面都不要它留。再往顶上走，好，就注意。当然，我们还是说了，第一，这个房子很小，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房子小，它的烟不可能有多大，因为隔得很远了。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哎，这个边缘这些都该擦，就擦一下。再往顶上走的话，再往顶上走的话，那就基本上，那就是这个跟云衔接。但是有很多的学员在画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炊烟哇，跟云衔接是不是更好？那肯定不好。你们不能把这个炊烟弄得跟很大的烟囱冒着烟一样。我们就要，你看画了隐隐约约但是它就虚上去了。就虚上去了，这个感觉。好，再往上走的话，那你就可以隐隐约约的在这里面。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画的时候，这个它就很淡的、很淡的这些树，但是这些树倒是都是跟这个云这些融为一体的。我们一旦画画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每次都这样子感觉好像2点钟上课，3个小时到5点觉得很整那个。每次我都是在非常这个都在赶的状态，就是为了让大家多画一点。你看，适当的把这里加点淡的树很淡很淡的，到时候颜色依然它就很协调了，是吧？大家再看这一块，是不是就觉得它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厚重，这里面变化这些就非常的多，是吧？你看同学们，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就说是给大家画了一张。你说它元素多它就没太多元素，它其实就是加了点3，就是加了这种形式的重塑，是吧？好，画点房子这些元素并不是太多，但是呢，它由于是横的，如果是竖的话，它相对而言这个树这些不需要这么多。横的话，那这里面就要有很多的树。我们为了2节课都完成，每次其实我在上课之前，我都要去第一，这学期给大家教了些什么，再给大家教什么，每节课都要去想不同的点子，
第二呢，叫通过这个我们的两个这个争取哈，我要选的话，争取我们排的课时比如说我们这的话2个课时完成，那我要去想，我就不要去想哇很复杂的话，但是2个课时完成不了，我就叫往后期延课时的话，那就不能按时的给大家这个完成我们的课堂的这个任务哈。所以每次上课这个我都会提前的去考虑这堂课你放心哈，虽然很复杂但是下周呢肯定都会完得成的，好吧？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再见再见。